人类第一次把未来刻进硅里时，并不知道自己供奉起了一尊什么神。最开始，它看上去不过是个让机器算得更快的小工具，更小一点，更省一点，更便宜一点，像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工业零件。可历史最阴冷的地方就在这里，很多后来决定国运的东西，在刚出生的时候看上去都不吓人，它们伪装成商品，伪装成零件，伪装成一门再普通不过的生意。直到很多年后，人们才发现自己当年亲手放进工厂里的不是工具，而是神像。日本后来不是输给了落后，恰恰相反，很多人没看明白，日本是因为太接近王座，才被狠狠地下去了。1977年，指甲盖大小的硅片第一次把逻辑收进了身体里。50年后，它不再只是工业零件，而成了决定国家强弱、联盟等级、战争底气的神像。欢迎来到硅基王座，这不是单纯的科技史，这是算力、金钱、背叛与主权的战争史。谁能想到，后来控制金融、通信、军工、消费电子，甚至重写大国命运的硅基权力，最早竟然是从一台日本计算器里钻出来的。很多人以为微处理器是美国人自己灵光一闪的产物，不是。点燃硅基时代第一把火的里面有日本人的手。1969年，日本计算器公司 Busicom 找到了 Intel， 他原本想要的，说白了，不是要发明什么新时代，只是想把一台机器做得更省、更小、更好卖。可真正危险的东西，往往就是这么出现的。当时 Intel 工程师 Mark and Ted Hoff 提出了一个更可怕的想法，与其把复杂逻辑拆成一堆专用芯片，不如干脆做一个可编程的通用逻辑核心，再搭配 ROM、RAM 和 I/O。意思很简单，别再为每台机器情头设计一套脑子了，干脆造一个能反复复用的脑子。Stan Mazer、申晨利等人继续补全思路，而真正把这颗脑中的结构压进硅上的关键人物是 Federico Faggin。最后，原本复杂的方案收敛成了 MCS4 心电阻，4004成为最关键的核心。可历史最喜欢开的，往往是那种带着恶意的玩笑。Busicom 站在了硅基王座的台阶上，手里甚至已经摸到了那团火。可他们终究只是盯着自己的计算器，他们看到的是订单，是成本，是一时的财务压力，他们没看到的是未来。后来 Intel 发现4004的潜力远不只是计算器，想拿回非计算器领域的权利。偏偏这时候 Busicom 自己已经陷入财务困境，结果日本人为了缓一口气，为了省下一点研发费用，竟然同意以区区6万美元的价格，把4004在计算器之外的通用市场权利卖回给 Intel。6万美元，听上去甚至不像一笔改变世界的交易，更像一笔穷公司无奈之下的甩卖。可黑色幽默就黑色幽默在这儿，日本亲手点燃了新世界的神火，然后为了几两碎银，又亲手把神明原封不动地还给了美国。从那一刻起，这颗原本只想服务一台计算器的小芯片，才真正脱离了专用项目，变成了可以改变世界的通用武器。但很多人还是低估了这件事。4004最可怕的地方，不是它当时有多强，而是它第一次证明了一件事：逻辑可以被制造，算力可以像零件一样被售卖。那不是今天这种拖拖模块、点点软件就能流片的时代。4004的很多版图真的是工程师一笔一笔画出来的，版图被放大到巨大尺寸，工程团队在大幅 Mylar 薄膜上用彩色铅笔绘制复合图形，人工切割、剥离、修补，再转换成眼膜。换句话说，微处理器不是凭空想出来的，它是先对人类放大几百倍，画在薄膜上，切在图纸里，再一层一层缩回硅里。这画面其实很可怕，工程师手里拿的不是普通的笔和刀，他们是在把未来电子文明的神经系统硬生生从概念里剖出来，缝进芯片。而这颗芯片带来的颠覆不是一层，是4层。第一层，原本只有电脑才有的控制能力第一次被塞进产品里，过去很多功能都写死在电路里，想改就得重做硬件。4004这种可编程核心第一次让设备能靠程序改变行为，听上去只是工程进步，实际上是一个更大的转折。从这天开始，计算器、终端、控制器、收银机、仪器设备都开始长出自己的小脑子。
第二层，算力第一次从昂贵的中心资源变成可嵌入的工业零件。过去算力属于机房，属于大型机、小型机，属于那些昂贵、笨重、集中部署的系统。4004不一样，它把计算能力压缩成一个可以买、可装、可复制的标准器件。计算不再只属于少数人的机器房，它开始进入工厂设备、办公机器、消费电子。第三层，电子产品开始从一次性硬件走向平台化设计。Busicom 一开始想要的是一组专用芯片 ，Hoff 的方向却更致命，用一颗通用 CPU 搭配 RAM 和 I/O。可怕之处在于，下一台机器不必再从头设计复杂逻辑，只需要复用同一个核心，改程序、改外围。这一步往后延伸，就是后来的单片机、嵌入式系统、个人电脑、智能设备。第四层也是最深的一层，谁能拥有算力开始改变。过去算力握在国家、军方、大公司和大学机房手里，4004之后，算力开始往下掉。最开始只是掉到计算器、控制器里，可规则已经变了。从这一刻起，计算不再只是少数人的特权，它开始向全社会渗透。所以从那时起，计算器不再只是计算器，终端不再只是终端，机器也不再只是机器。4004真正颠覆世界的地方，不是打败了大电脑，而是把电脑这件事拆碎了，塞进全世界的机器里。而日本看懂这件事的速度，比很多人想象的更早。甚至可以说，在微处理器诞生的最前线，日本人就已经亲手摸过那团火。如果要点一个名字，最该点的就是石马正利。他不是外围人物，也不是后来看热闹的人，他是 Busicom 这边参与4004规格定义和设计协作的关键工程师之一。也就是说，日本不是后来才发现微处理器的重要性，在微处理器刚出生的时候，日本就已经有人站在产房里了。这件事的后劲儿非常大，因为它意味着日本不是后来追赶者，它从一开始就参与过火种的点燃。于是接下来，日本没有选择慢慢学，也没有满足于给别人打工，他直接把国家机器推上了牌桌。日本最让人害怕的地方，不是他先想到，而是他一旦看清方向，就真的能把一件事儿做到近乎变态。他能把企业、工厂、工程师、设备商、供应链、消费市场拧成一整台国家机器。他把半导体战争打成了一场工业纪律的屠杀。最先被日本磨成王冠的是 DRAM。今天的人看 64K DRAM、256K DRAM， 可能只觉得像一堆古董数字，可在当年，那是整个电子工业的粮仓。电脑终端控制系统全都要靠它记忆，谁控制 DRAM， 谁就在掐整条电子产业链的喉咙。而日本在这个战场上给出的不是单一优势，不是指便宜，不是指耐用，不是指良率高，它是3连杀，质量更稳，供货更准，价格更低。最恐怖的地方就在这里，你不是比我贵但更好，也不是比我便宜但容易坏，而是你又好又稳还更便宜。这基本就是工业战争里的处决书。到1981年，日本在 64K DRAM 的市场份额上反超美国。到1987年前后，日本厂商在全球 DRAM 市场的份额大约冲到 80%。注意，这不是赢了一两场，这是差点把整条赛道端走。美国电脑厂商自己也在大量采用日本 DRAM， 这已经不是日本做的不错，而是在实打实掐美国电子工业的脖子。而日本的恐怖还不只是他赢了，而是他把对手逼到了什么绝境。1985年，硅谷冲云惨雾， Intel 被日本内存打得年年亏损，几乎到了生死线。就在那段最黑的时候，安迪·格鲁夫和戈德·摩尔之间有过一段后来被反复引用的对话。格鲁夫看着摩尔，问了一个几乎带着绝望的问题：如果董事会现在把我们都赶出去，换一个新 CEO 进来，你觉得他会怎么做？摩尔回答得很干脆，他会放弃存储器业务。格鲁夫听完，盯着他，又补了一句：那我们为什么不自己先走出这扇门，再走回来，亲手干这件事？这段对话之所以可怕，不是因为他励志，而是因为他够惨。它说明日本半导体当时的压迫感已经把硅谷最骄傲的一家巨头逼到了办公室里，亲手给自己做截肢手术。Intel 后来压住微处理器，确实活了下来，可别忘了，那不是从容转型，那更像是被日本刀锋逼到墙角之后的一次向死而生。1980年代中期，日本半导体冲到了离王座最近的地方。NEC、东芝、日立这些名字已经不只是亚洲厂商，他们成了压得美国老牌巨头喘不过气的工业怪兽。
可真正让美国不安的，还不只是日本会造芯片，而是日本开始在整条链条上同时发料，这才是最吓人的地方。同一个时代，任天堂的红白机把8位处理器送进了孩子们的客厅，索尼的 Walkman 把微型化、便携化和精密制造变成了口袋里的生活方式。1979年的 TPS L2 不只是一个产品，它卖的是一种全新的日常。人们第一次可以把自己的音乐揣进裤兜，边走边听。日本卖的不是家电，它卖的是一种能力，把最复杂的工业技术压缩成最廉价、最耐用、最让人上瘾的消费电子。更可怕的是，日本不是在一个点上赢，它是在从芯片、设备到消费电子的整条链上同时发光。一个国家开始把最尖端的工业能力压缩成全世界都离不开的日常习惯，而且日本握住的还不只是芯片本身，连造芯片的刀它也在抓。到80年代末、90年代前后，尼康、佳能的步进式光刻机已经是全球最硬的一批半导体设备力量。到了这个地步，美国真正该害怕了，因为日本不只是想赢某一个产品，它开始连制造未来的工具都想握在自己手里。一个盟友开始强到像潜在的对手，到了这一步，芯片就不再只是芯片了，它开始像权力。而当芯片开始像权力，美国就不可能再只讲市场了。美国真正高明也真正阴狠的地方，不是他只会打一拳，而是他对日本下的是一整套国家级组合拳。这不是零散的贸易摩擦，不是几场外交口水仗，更不是一时上头的政治表演，这是一个霸权国家面对一个太强的盟友时完整展开的体系战。它的顺序非常清楚，先改写定性，把商业竞争改写成国家问题，只要定性一变，后面的狠招就都有了正当性。再动汇率，先打你的血管，让你内伤，然后上贸易，掐住你的气管，逼你在最得意的时候签带枷锁的协议，再把竞争安全化、执法化，让律师、特工、关税、媒体和国家安全叙事一起下场，最后制造市场空档，压住救亡，抬高价格，腾出缺口，再让资本、订单和未来自己留下下一批更饥饿、更听话的挑战者。美国打日本不只是为了让日本难受，美国真正要的是让日本让位。而这套绞杀模板里，第一刀最阴，因为它看上去最不像刀。1985年的广场协议对日本半导体的打击，最毒的地方就在于它看上去不像一记重锤，它不像关税那样轰一声砸下来，也不像制裁那样立刻见血，它更像一把从金融层面慢慢拧紧的绞索。日元被迫大幅升值之后，日本出口产业最重要的东西价格优势开始被一点点抹平，而半导体偏偏不是轻资产买卖，它不是今天做个软件，明天就能试错翻身，它是工厂、设备、工艺、良率、研发一层一层往里砸钱，回本周期长的吓人的重资产战争。更阴的是，面对升值冲击，日本又不得不转向宽松，低利率把经济拖了起来，也把泡沫吹了起来。股市在狂欢，地产在狂欢，精英资本开始相信钱放在土地和股票里，比放在一条10年后才见分晓的产线上来得更快更肥。这才是广场协议最狠的一刀，它未必当场杀死日本半导体，却把它最需要的那种长期、沉重、耐心的资本环境慢慢抽空了。美国在贸易桌上挥锤，在汇率桌上动凹，前者让日本半导体见血，后者让它内伤。可美国当然知道，只靠汇率和市场还打不死一个已经做大的工业强国，所以第二刀很快就跟上来了。1986年，美日签下半导体协议，表面上它讲的是反倾销，讲的是市场开放，按更深一层，它是在日本最得意的时候，把它最关键的2个支点同时掰开，一边掐住它在全球市场上的价格和出口打法，一边逼它在本土市场给外国厂商让路。说的再直白一点，就是你不光得少赚，你还得给我让路。如果说广场协议打的是日本工业的血管，那美日半导体协议打的就是日本半导体的气管。这时候的日本其实不是不知道自己在被放血，问题在于他知道却很难翻桌。在东京的官僚体系内部，对美国这套打法一直有不满，有人把广场协议看成一次被迫吞下的汇率苦果，有人则把后来泡沫的爆炸继承那场苦果之后被逼出来的副作用。而在贸易战线上，日本通产省对美国那套带着数值目标意味的市场准入压力也一直很反感，他不想接受这样的逻辑，你先在汇率上让步，
再在贸易上交作业，最后还要在产业规则上认错。可问题就在这里，日本越反感，越说明他已经被拖进了别人制定的规则。牌桌看上去还在谈判，可真正的规则其实已经不在东京手里了。而且美国的反击比后来那一锤砸收音机来的更早，也更脏。很多人记得的是东芝事件，记得的是公开羞辱，可在那之前，美国其实已经让国家暴力机器下场了。1982年 FBI 直接伪装成技术掮客和咨询公司，设下圈套，诱捕了试图获取 IBM 技术资料的日立和三菱工程师。那不是什么普通商业纠纷，那是真刀真枪的钓鱼执法，是特工，是埋伏，是诱捕，是当众戴手铐。镜头前穿着西装看上去体面的日本科技高管被美国警察极其屈辱地铐了起来。那一幕其实已经提前把牌桌掀开了一角，他告诉日本，在这条赛道上，你面对的从来不只是工程师、律师和商人，你对面的还有特工和手铐。自由贸易那是在没有威胁时的温文尔雅，真到了霸权觉得你要越线的时候，出场的就不是行业协会，而是联邦调查局。可是这还不是最狠的，最狠的是美国不是只想让日本难受，他还想让日本让位。美国当然知道，只靠砸机器加关税搞羞辱是砸不死日本的，要真正干掉旧王，光靠挥锤还不够，还得在王座下面悄悄放进新的刺客。而美日半导体协议最阴的地方也恰恰在这里，它不是简单的限制日本，它是在日本最强的时候，一边压住旧王，一边给新刺客清场。当日本的供给被约束，价格被抬高，美国本土很多低润厂又已经退场时，市场上就必然会出现空档，谁来吃这块肉？答案不是未来某一天才出现的，就在那时，资本、订单和产业机会已经开始顺着缝隙往外流。美国并没有在协议里明文写下不会把技术转给韩国和中国台湾，它更高明也更阴，它做的是压住日本，抬高价格，腾出空档，而资本、订单和未来自己就会顺着缝隙流还出去。日本半导体人还在协议、制裁、鞠躬和道歉里被来回摁头的时候，首尔和新竹的机会窗口已经被人悄悄撬开了。旧王还没完全倒下，新刺客已经在墙角磨刀。所以美国真正的高明不是打败了日本，而是他一边打日本，一边把日本的王座拆开，分给下一批更听话也更饥饿的挑战者。而到了东芝事件，这套组合拳终于走到了最公开也最耻辱的一幕。如果说半导体协议是在贸易桌上拧日本的脖子，那接下来的东芝事件就是美国借着国家安全直接把日本按在墙上打。真正把气氛从贸易摩擦推到公开羞辱的，还不是芯片价格，而是一桩带着冷战腥味的机床交易。事情的根子不在收音机，也不在电视机，而在机床。1982到1984年间，东芝集团旗下 Toshiba Machine 与挪威 Kongsberg 提供的数控系统一起向苏联出口高性能多轴机床和相关软件。普通人听到这儿可能觉得就是一笔设备买卖，可在冷战年代，这东西一点都不普通。这种设备能加工更复杂、更精密的潜艇螺旋桨，而潜艇螺旋桨一旦更安静、更精密，苏联潜艇的噪音就会下降。噪音一降，美国海军的声呐追踪难度就会上升。说的再直白一点，这不是在卖机床，这是在往海里递刀子。于是，在美国人眼里，这件事的性质一下就变了，它不再是企业违规赚钱那么简单。一个盟友为了做生意，把可能影响苏美海上力量平衡的关键制造能力卖给了美国最忌惮的对手。更严重的是，这件事还被认为绕开了当时西方针对苏联阵营的出口管制体系。到了1986年底，尤其1987年，华盛顿彻底炸锅，因为在冷战最敏感的神经上，东芝机械不是踩了一脚，而是狠狠地砸了一锤。然后最具羞辱意味的一幕来了，美国没有只开罚单，还要给日本一个能上电视、能进历史镜头，也能让全世界盟友都看懂的羞辱。1987年7月，美国国会议员在公开场合抡起大锤，砸碎东芝收音机和音响设备。这一幕之所以狠，不是因为收音机本身有罪，真正起因是东芝机械向苏联出口高性能机床，触碰了美国最敏感的国家安全神经。可机床、数控系统、潜艇螺旋桨、声呐追踪，这些东西太复杂了，普通电视观众根本听不懂。那怎么办？美国政客干脆把复杂议题压缩成一个所有人都能看懂的动作，
把印着 Toshiba 的东西当众砸烂。所以他们砸的根本不是家电，他们砸的是一个符号，砸给全美国人看，也砸给全世界盟友看。信息极其简单，这家公司越线了，这个国家不能不付代价。这一锤不是砸给收音机看的，是砸给霸权秩序看的，是砸给每一个想在技术上逼近王座的国家看的。所以东芝被砸不是因为他卖家电，而是美国要借丁芝机械这场丑闻狠狠甩出一场公开审判，狠狠甩出一套霸权规矩。当大锤落下的那一刻，被砸碎的远不只是一台收音机，那是美国把谁可以强到什么程度这条线直接砸给全世界看。随后日本国内的调查、起诉、处罚接连展开，东芝方面也公开道歉，但真正决定历史方向的不是那几份处罚文件，而是这一锤背后的政治宣告。美国借着东芝事件给所有盟友重新画了一条线，平时你可以替我赚钱，顺风时你甚至可以跟着我一起富，但只要你的工业能力、技术实力或者地缘行为碰到我的霸权底线，规则就会立刻改写。今天讲市场，明天讲安全，今天讲竞争，明天讲忠诚，这从来不只是单纯的企业丑闻，这是用一场丑闻包装出一场秩序校准。而美国也不是只会砸，他一边挥锤一边补刀。从1987年开始 Sematech 获得联邦资金支持，目标就是振兴美国芯片制造能力。这件事特别讽刺，日本当年靠国家产业协同把半导体推到顶峰，美国被日本打疼以后，也迅速学会了把国家力量伸进工厂。所谓自由市场，从来不是谁都自由，很多时候它只是霸主在还没疼到亲自下场之前，看上去比较大方。一旦真的疼了，任何大国都会立刻学会产业政策。日本后来当然不只是输在美国这一锤上，汇率上升、泡沫破裂、产业重心变化、PC 时代转向微处理器和生态系统，这些都是后话。可广场协议和美日半导体协议，再加上 FBI 的手铐、东芝事件的大锤和国家安全叙事，已经足够让全世界看明白，日本输不是因为他不懂芯片，而是因为他终于发现自己打的是芯片战争，而美国打的是体系战争。日本不是没摸到权杖，他摸到了，而且一步握得很紧。DRAM 是他的王冠，红白机和 Walkman 是他的时代气味，光刻机是他握在手里的刀。可问题在于，这个世界真正的王座从来不只是技术够强就归你，王座后面站着的从来都不只是工程师，还站着海军、财政、同盟体系、规则制定权，以及必要时把桌子直接掀翻的能力。所以东芝被砸碎的从来不只是一件商品，那是日本国运上一道非常清晰的裂痕。他告诉世界一条后来被无数次验证的铁律：盟友可以富，附庸不能强；棋子可以上桌，但不能坐上王座。而日本这一战真正让全世界第一次看清了三件事：第一，科技产业不是普通产业，它会反过来决定一个国家的工业等级、贸易地位、金融安全，甚至外交边界。以前很多国家看制造业还是钢铁、汽车、造船那套逻辑，可日本半导体崛起之后，世界第一次被迫承认，一块小小芯片能比一大片厂房更有统治力，因为它不是单一产品，它往下控制计算机、通信、消费电子、军工设备，往上牵动资本市场、贸易谈判和国家安全。谁控制关键芯片，谁就能掐住整条产业链的脖子。第二，科技产业的胜负不只在公司之间，更在国家体系之间。日本能冲起来，不只是因为 NEC、东芝、日立这些企业能打，也是因为通产省研发协同、制造纪律、设备能力、消费电子市场在一起发力。美国后来反击也不是单靠企业自救，它动用的是汇率、贸易、执法、安全、产业联盟和联邦支持。说白了，这不是公司大战，这是国家机器之间的角力。第三，科技一旦强到能改变权力分配，它就不再只是经济问题，它会立刻升级成政治问题、安全问题、霸权问题。过去很多人以为美国发明，日本制造，这种分工会一直稳定下去。可当日本半导体强到足以威胁美国核心产业，规则立刻就变了。广场协议、美日半导体协议、FBI 钓鱼执法、东芝事件公开砸东芝产品，这一连串动作都在说明同一件事：科技只要强到足以改写秩序，它就一定会被霸权接管解释权。
日本输掉的从来不只是半导体市场，它输掉的是一个问题的答案。当一个盟友强到足以威胁霸主时，霸主到底会不会翻桌？答案已经写在那台被砸碎的东芝收音机上了。更早一点，其实也写在 FBI 的手铐上。再早一点，甚至还写在那份只值6万美元的买断合同上。一个国家能不能看到未来，有时候不只取决于它能不能点火，还取决于它点完火以后认不认得自己手里那团火到底值多少钱。而更可怕的是，那一锤砸的根本不只是日本，它是砸给后来每一个想靠科技改命、想靠芯片冲顶、想把手伸向硅基王座的国家看的。日本不是个例，它只是第一个把太强的价提前付掉的国家。而美国对日本这一战也不只是一次惩罚，它更像一次模板测试，先定性，再动汇率，再上贸易，再拉安全，再投市场，最后重排供应链。日本只是这套模板第一次被完整打出来的样本，后来者看到的不只是日本的失败，更是美国如何处理太强的盟友的标准动作。所以这一章真正的结尾不是日本，真正的问题是日本之后那个被美国一边扶持一边喂大的，最后又迟早要被警惕、被修理、被重新安排位置的新刺客会是谁？是韩国，而且他很快就要登场了。